检调对恶名昭彰的太子诈骗集团出手了，短短1天查扣了45亿的不法所得。你来看看这些画面，瞠目结舌啊！顶级名表、超跑神兽101招待所，这不是电影，这是真真实实的肮脏钱换成让人为之恼怒的这一些你所看到的。我们就问陈志他如何继续逍遥？他是福建人，他是柬埔寨富豪，他也是塞浦路斯的公民，他更是万纳度的外交官。他靠什么把自己藏得这么深？4个字：名表外交。靠一只手表啊！好，俊相哥还有报神观众朋友，这个话题我们曾经谈过，但是现在我们检调真的动起来了。俊相哥，兵分47路，带回25人，查扣45亿，哇，前所未闻，骇人听闻。我告诉你，各位观众朋友，这个还只是这整个太子集团的诈骗集团所看到的犯罪所得的冰山一角而已。全世界，美国的财务部、美国的司法部对他的首脑集团陈志已经起诉。等一下跟你讲，神秘的陈志现在目前不知道在哪里。那他说呢，这个诈骗集团是有史以来全世界规模最大、诈骗金额最多。光是台湾，我现在开始跟大家讲台湾，讲完台湾，我讲说世界各地还有我们摸不到的地方，跟他台湾你都惊死人了。再讲一次。兵分47路，带回25人，查扣了45亿。画面左边这位呢，是这个集团里面的特助呢，15万元交保。我先说一件事情，有人讲说15万元交保呢，那另外一位呢是这个人资的主管，现在目前在台湾，可能是台湾地区这个诈骗集团里面相当重要的干部，他叫做辜淑文，目前是声押中。我们看后续会状况怎么样。所以这2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次地检署拍到的画面，这个陈志在台的特助，笑着离开耶！今天翻天覆地，已经大搜捕了。他是不是认为查不到东西，他觉得安了，他没在怕了？俊相哥跟我看到一样的一个状况，导播的画面搂下去，我们把他的脸给码起来，可是他嘴角的笑意码不住啊，有没有？走出来就干呢？咋个班的交保啊？而且他说他是特助啊，所以现在后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台湾人的检调跟司法。但我要说哈，俊相哥。因为这件事情从上个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陈志以后，到现在隔了一段时间了，真的我看有一点点可能会不会已经来不及？为什么笑那么高兴？因为检方这一次我说47路，为什么会那么多路？他去了很多地方。首先跟大家说，刚刚没讲到的台北101哦，今天伟汉讲下去，大家仔细来看画面，为什么这些咔嚓当中红香娘娘？这一次接下来给大家看到是有凭有据有真相，为什么？我们从调查局侦办人员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台北101基本上15楼跟49楼，你有去过吗？我没有，没有、啊。整层租下来，是它的租金所费不赀。但是我这个诈骗集团就是有钱，所以呢，我租在101，而且我租下来以后，别人进不去，里面干什么？据说啦，因为检方人进去看了以后，哇！根本就是台版的拉斯维加斯，它现场看起来有博弈设备，而且甚至还有招待所的设备，有大的沙发，有很多这些玻璃等等。看来是不是当他的贵宾来了以后，在他所租的台北101的15楼跟49楼，还有像是拉斯维加斯一样的这种招待所，可以在里面饮酒，在里面赌博，在里面狂欢。所以呢，现在你现在看到进去以后，哈，看得出来这些装修里面。有这个飞镖机，有大型的萤幕，有餐桌，就像是美国拉斯维加斯它的一个贵宾招待室。另外一个伟汉讲到的是台北101，另外一个我更期待，但是我们也进不去的地方，周杰伦周董的那栋豪宅，楼上楼下左右邻居都被包了，都被买了，他们在里面，调查局也进去了，到底里面是怎么奢华到一个什么程度？调查局现在进去了。兵分47路，该查都要查了。但我讲当然再讲一次，就可能有一点晚了，因为美国动手之后，这边其实都已经在直接清空了。刚刚去讲了，在台北101里面，过去你没去过，它里面可能是招待所，可能是机房，可能是线上博弈的地方。现在目前已经人去楼空。调查局的人去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员工回来拿东西，不然门是锁的，他根本进不去啊。那和平大院上次我们讲过了，根据美国起诉以后，一对怎么有那么多的子公司？它到底钱怎么来的？是用现金一次5亿、6亿、7亿就把房子给买了？那你进去看一下，它跟原来豪宅的状况有没有？它里面有这些飞镖机、大的这些有没有？萤幕等可以在里面休闲。可是它就是登记我讲的那些公司，所以调查局的人进来以后发现说，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把资料先查回。现在目前。我们的检方并没有跟大家透露太多的讯息，但我就问俊相哥，什么公司会花5、6亿买一个豪宅，把公司放在豪宅里面，对不对？但是他就把豪宅都买来，而且在豪宅包含这个地方跟其他到处去哦。观众朋友很简单，所以这个集团的手法
他就是在经过了博弈跟诈骗拿到钱以后洗钱，然后呢买民房、买豪车，然后比特币，让你追不到。你说兵分40几路，一天之内可以查扣45亿，到底扣到什么可以扣到这么多钱呢？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哈，公司通通和平大院跟周董无关的，他住在那边，大家讲说那是豪宅哎，一户都好几亿的，可他把它买下来当公司，对不对？花了好多亿，30几亿把那个大楼里面直接而且有是付现，所以他钱怎么洗进来的？检调要去查了。第二个，那你既然有豪宅。豪宅就有地下的停车场，豪宅里面有豪车，奇怪吗？不奇怪。所以呢，这就是最好的大隐于市，把这些车都藏在那边。检方一去看，上面是豪宅，他都去查，细节没有太多。但是地下室这个照片出来了，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好，我虽然不是太懂豪车的，我都知道了。导播现在放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法拉利啊，法拉利的马王啊。居然跟你知道光这台多少钱吗？对，这多少钱？1.6亿。是。这个是迈拉伦，大概1亿。这个是保时捷专用版，8000万。还有这一台叫做 Bugatti， 这一台要2亿。所以这些车1亿、2亿的车全部停在停车场里面，不止这里哦，连台北很多地方它到处放。所以我再讲一次，他去买这个豪宅。他去买名车，他去买比特币，然后洗钱。所以呢，他大量资金进来以后，他就用这种方式。我现在讲到这里，俊相哥都是在台湾，他在全世界各地，美国、新加坡、帛琉，在英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我才讲，这个是在冰山的一角。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你知道吗？检方还有美国的司法部说，大概他整个集团每一天能够诈骗到的线上博弈的收入，大概一天是9亿台币，一天就9亿台币，所以赚到翻过去，到处买房产，到处去洗钱，就是这个诚挚的诈骗集团，现在要全球大缉捕。刚伟汉一直提到了，我越听心就越凉，说怕慢了一步。为什么？你看查告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你看那个特助交保10万出去，嘴还笑得出来。我就问你，不是？查扣的一些人，如果顺藤摸瓜，如果这些人他是 key man， 他是诚挚在台湾的代理人或分身，那不就好办事了吗？因为整个的钱从国外洗进来的过程必须要非常明确，但是看起来这个资金非常庞大，它是直接用现金还是透过金流？我们已经有洗钱防治法了，这么大笔的金钱要是进来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在台湾设一个公司，我一次要进来10亿台币，金管会还有相关的投审会。他要必须了解啊，可是为什么都让他们可以把钱弄进来以后，买了那么多豪宅，去住101，买了那么多车，这是一个问号。第二个，你刚刚看那个特助为什么笑？那特助可能讲说，我得去特助你啊，我少了我们灾啊，我跟他负责买卖一些行政的业务以后，他就笑了15万交保离开了。第二个被声押的是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看起来的最高干部，他叫做辜淑文，他被声押。可是俊相哥你要知道哦，辜淑文被声押，他是人资的主管，负责管人，可是呢？他负责管人，他在台湾招兵买马，叫大家来当这个所谓的干部或是共犯的同时，他最后会怎么样？能因为抓到他就追到其他的钱吗？刚刚吴伟汉扣了45亿，对，可是这个集团的金额跟诈骗的所得远远超过45亿，所以他还不是 key man， 后面还有更高的引武者吗？所以你要知道哦，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这整个集团从太子集团。到下面的各国的分公司，我们就讲台湾最好了。它的集团真的太大了，美国跟英国伦敦的我还来不及讲。光是台湾的话，他就是干嘛？他去买不动产，对不对？他买不动产，他另外呢还去买车，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在洗钱。然后他在台湾也做了所谓的博弈分公司，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台北101那个就是天旭公司。对，天旭公司干嘛？这个辜淑文他当人资主管，公开简单的啦，他就是出钱去请台湾有能力的工程师。那工程师，你不知道你在做的是这些线上博弈的程式吗？所以在台湾就做了线上博弈的事业，所以也算是分支的一块。那一直下来，台湾还要投资到帛琉去，那一整个你所看到这么庞大，已经给他吸氧了40几亿了，只不过是这个诚志集团在台湾的其中一部分。好啦，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在问。诚志啊，诚志，身份这么多，有这么多本各国的护照，他如何能够藏得这么深？原来靠着4个字，哇，让人瞠目结舌，叫做明表外交啊！是的，这让这个诚志似乎可以打进这个重要的政治权贵哈。那诚志呢，据说他有多重的这个国籍，至少10本以上的这个护照，所以他来台湾10次，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府官员都讲。因为他来台湾，好像每次都会拿不同的护照。哇，现在被美国发布全球通缉令，你才发现吗？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里面，诚志本来是中国这个福建籍的，后来据说他取得了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国籍之后呢，同时还拥有塞浦路斯跟这个万纳度的这个护照，而且他用英文名字 Vincent。
，Vincent 这个名字穿梭在各国，频频繁繁的进出，所以台湾他也来了至少10趟左右。然后，而且他在台湾至少设立9家、10家以上的这种空壳公司，以方便他在海外，包括柬埔寨的这个电信诈骗帝国，他在外面的这个包括地下的博弈啊，这些洗钱啊，在台湾，然后可以再把它这个洗白，投资全球各地的这个房地产，然后还有买各辆的这个超跑。所以你看到现在已经在网络上被这个媒体踢爆，疑似陈志的这个 IG 账号，这个就是陈志的 IG 账号。那追踪的人数本来高达26000多人哦，结果呢，他本来还有一些炫富的这个照片跟图档，大概至少53张以上。后来在陈志被发布这个美国全球通缉令之后呢，结果没想到他就开始狂删这些图啊，一些 po 文炫富的图，他都把他这个删掉，而且他把他的状态变成不公开，我不让你们追踪了。所以当然了，媒体踢爆说这个疑似陈志的 IG 还有待证实，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怎么会突然这么巧？甚至呢，有媒体甚至他进一步爆料说，陈志啊，他在台湾，因为他出手过错，有钱，所以他熟识了一些台湾的艺人啊，包括知名的歌手、演员，还有网红，甚至新闻主播。然后其中还包括一个常住在台湾的某一位国剧巨星的这个独生子。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陈志的有钱不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他可以游走各国，到现在都还抓不到他，藏得这么深。你说有钱太笼统了，居然靠的是手表，手表怎么帮他游走各国呢？手表，而且是名表，所以打开一个名表外交之路。陈志呢，他就是靠名表外交打造他的一个电信诈骗帝国吗？为什么可以靠这样的就游走各国？我跟大家讲，2022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前，柬埔寨当东道主，那时候柬埔寨总理洪森啊，用东道主的身份办了这个东协的这个峰会，然后邀请美国和澳洲、加拿大这些在内啊，都来参加这个东协峰会啊。当时洪森就向这个拜登亲手送上了一只很特别，由柬埔寨当地工匠打造的一只奢华的陀飞轮的腕表。这个手表，陀飞轮什么意思？陀飞轮其实是1795年那个瑞士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制表师傅他所发明出来，还这只表多少钱呢？这个表你看它的这个特殊就在于它的机芯，还有它的这个表冠上面镶嵌了25颗宝石啊，里面都还含着钻石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精密的机芯跟表冠上，清晰的还刻蚀着这个陈志他们这个太子集团的一个皇冠的这样的一个 mark。这种表呢，不但送到了这个拜登的手上，据说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还有包括澳洲的这个总理啊艾班尼斯，这些政要也是人手一只。当然啦，这是刚刚你看到那画面是柬埔寨的这个总理洪森，他就展示一下，他手上也有一只啊，陈志肯定陈志送他的。那当然，拜登跟这个杜鲁道、艾班尼斯他们这些美国总统，还有加拿大、澳洲的总理拿到了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也都上缴给国家的国库，然后交给他们的国家档案博物馆去收藏。但是呢，美国后来在美国的检方，他在起诉书当中也严厉的指控说，曾经有一个没有具名的外国不具名的外国高官也坦诚说，他在收到了这个陈志的这个奢华的特殊的陀飞轮的腕表，镶有宝石的腕表之后呢，就协助陈志取得了一本护照。然后呢，让陈志可以拿着这本护照呢，在2023年，就是2年前，堂而皇之也进出美国。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用这个名表外交开启了他跻身全球重要的有权力、有 power 的这个上流社会。然后再来，他又用这个东西可以取得他想要出入各个国家的多本护照啊。那接下来陈志的明天过后呢？没得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就相信了。他可以藏得这么深，美国发布全球通缉，他丝毫无伤，因为北京把他保护的妥啊，因为他曾经出生于中国福建嘛，所以他跟大陆的关系，当然大家就很好奇。陈志他的这个集团，据说还曾经向一个中国大陆这个公安官员承诺说，我们会好好照顾了这个你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当然是那个公安的高官的儿子，然后以换取说那官员的儿子备受照顾，那当然他要怎么样投桃报李？那陈志他们集团就跟对方讲说，重要的时刻啊，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些成员啊，能够在重要的 moment 脱身。那这不是有时候如果比如说要逮捕他们，关键时刻重磅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结果后来网友还爆出啊，驻中国驻柬埔寨的这个大使王文斌，过去他曾经跟这个陈志合照，所以就难怪在网络上引起质疑说，
当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有这么重要的官员跟他合照，这个政府是不是按住太子集团，然后让他可以在柬埔寨落地生根，然后执行这样的一个诈骗帝国，把它这个建立起来去捞钱呢？当然不止这样看它的背景，你还看另外一图的这个画面，就是说网络上也有在讨论。柬埔寨的这个太子集团的总部办公室就设在北京朝阳门大街。朝阳门大街在哪里？是朝阳区哦，大街甲6号，能够在一个重要的中南海附近的北京的一个黄金的这个地段，它里面有一张名片哦，上面就挂着太子集团干部的名片，上面挂着什么销售总监，你看到没有？这边大中华区销售总监，地址就是刚刚讲的朝阳区的这个朝阳门街，能够在这个地方天子脚下，眼皮看着你，你还可以大大大发这些名片，然后在这个大陆专门演打诈，这几年这样，你还可以存活的这么好，罩得你妥妥的。所以不是背后有靠山，有人罩你，难道你陈志真的就这样神通广大吗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